貂蝉拜月避冰盘，佳丽忧民叹国惨。王允巧施美女计，娇娃戏弄恋美男。若无父子争锋势，哪有群雄掠土蕃。巧计虽失身已见，良方过后国仍坚。大家好，我是败家女西施、貂蝉、王昭君、杨玉环，并称为中国古代4大美女，而貂蝉是其中唯一一位无史料记载，仅存于小说戏剧中的美女。传说貂蝉闭月羞花之美，曾令她降生的山西忻州3年间桃杏花开，随即凋谢。午夜拜月，让月里嫦娥因自愧不如而躲入云层中。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说，貂蝉原本是宫女出身，因遭十常侍之乱避难出宫，被司徒王允收留，认作义女。此时东汉王朝正被奸臣董卓所把持，王允对这股恶势力始终苦无良策。某夜见貂蝉于月下焚香祷告，自言愿为义父分忧。王允见她身姿俏美，细耳闭环，行时风摆杨柳，进食文雅脱俗，突然心生一计，设下以貂蝉为诱饵的连环计。王允先私下承诺把貂蝉许给吕布，再敲锣打鼓将貂蝉献给董卓，借以离间董卓与养子吕布的关系。吕布英雄年少，董卓老奸巨猾，为了拉拢吕布，董卓收吕布为义子，二人都是好色之人，对貂蝉自然是一见倾心。果不其然，董卓自收貂蝉入府为姬后，吕布以为义父横刀夺爱，便对董卓日渐不满。加上貂蝉送吕布于秋波，抱董卓于妩媚，周旋于此两人之间，把这一老一少撩拨得欲仙欲死，神魂颠倒。一日，吕布趁董卓上朝时，入董府凤仪亭私会貂蝉。貂蝉见吕布假意哭诉被董卓霸占之苦，哭得梨花带雨，我见犹怜。吕布见状，又急又气又心疼，不料被回府的董卓当场撞见，怒而抢过吕布的方天画戟，想要击刺吕布。吕布情急之下飞身逃走，从此两人公然翻脸。王允于是趁机说服吕布倒戈，借吕布之手杀了董卓。正所谓一许董相国，再许吕温侯，汉作宜南赋。奈何妓女流，星眼愁云夜露寒。脸容拜月欲相残，司徒妙计连环破。貂蝉姬眸美色烟，红玉纤柔情赤兔。翠裙飘鸟负清渊，倘无弱女宫颜媚。哪有三足鼎立言。貂蝉在《三国演义》中最后一次出现是在白门楼上。自从吕布白门楼殒命之后，貂蝉便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是随失败的吕布同赴了酒泉，还是被胜利的曹操掳回了许昌？这些疑问从群雄争霸开始，一直到归晋统一，罗贯中都没向读者清楚交代貂蝉的结局。是作者无意间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，还是出于某种考虑，有意识地避而不谈呢？而在正史《后汉书·三国志》中，则确实记载了一位贯穿董卓和吕布之间的女子。布与卓氏璧私通，孔氏发觉，心不自安，但也仅15个字，说吕布和董卓的贴身婢女私通，怕东窗事发，
心感不安，如此而已。这个婢女甚至姓什么叫什么都没写，更别说是连环计、凤仪亭这些故事了。民间还传说貂蝉与名将关羽同为山西忻州人，曹操在白门楼缢杀吕布后，将貂蝉送给关公以笼络之，却被关羽拒绝，后反助貂蝉逃往晋慈庵，削发为尼。这也是民间补偿式的想象而已。